这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我就在想到了，因为当然，我们看起来美国一开始就希望从过去川普的时候，大家有说他比较孤鸟，到拜登就希望说做国际的串联，他上任后也跟各国不断的做一些接触，所以看起来现在的状况，有一点是他把大家集结在一起，然后因为也清楚了对于对抗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定调。本来看起来是很正常啊，所以这些国家之间、联盟之间相互就做一些合作串联。有人说这样子的串联当然也会减少美国在印太的这些部署的相对的一些压力哦。但也有人说，这会不会是美国不太靠谱，所以他们开始大家彼此之间要私下做一些自保的串联，再做更紧密的合作。那老师您怎么看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号称白宫印太政策沙皇的坎贝尔，我们讲过他多次了。他最近1月10号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看法。那么这场讨论呢是一场线上讨论，是需要登记才能参加的。而美国的智库呢没有公开他们当时讨论的内容。不过路透社对坎贝尔的发言做了简短的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呢，这个坎贝尔就是白宫的印太地区协调员，他表示说，太平洋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地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巨大的道德、战略和历史利益，但帮助该地区做得还不够。那我的看法是确实美国是稳定印太地区局势的主要力量。也是中美冷战当中能够有效阻止中共对外扩张野心的主要力量。那这种状态就决定了民主国家的联盟是必须和美国共同努力来应对中共的威胁。但是呢，正是由于美国做的还不够，所以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们，像日本和澳大利亚，就需要自己进一步来增强积极的合作，而不是消极被动的等待美国的安排。那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就标志着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主动推进印太地区民主盟友之间的紧密合作。那这种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做法彰显出来就是中美冷战和美苏冷战不同的地方。那前面我讲过，美苏冷战是2战以后爆发的，当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又已经驻军在德国这个冷战前线。所以美国当时不仅仅是明确表态要对抗苏联的威胁，而且已经在那个冷战前沿地带部署了足够强的军力。它不需要西欧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配合，也能够左右美苏冷战的局面。那中美冷战开战的第1年呢，情况这个还不错，因为川普总统对中共的反击是十分坚决的。但拜登进入白宫以后，他对中共的态度要比川普软化一些。当然，他也通过外交压力让中共在军事活动和对外威胁方面稍微有些收敛。但是，正如坎贝尔讲的，美国做的还不够。那我的看法是，其中的原因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民主党内部现在的政治氛围与2战之后美国民主党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民主党从欧洲进口的那套政治正确的路线，它的基本理论背景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美国民主党出现了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同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意识形态上的同源又导致美国许多民主党左派对中共是惺惺相惜的。那再加上美国教育文化界拥抱熊猫派的宣传和鼓噪，拜登又刻意要和川普总统的对中共政策拉开距离，这就导致民主党的行政当局对中共的态度多少有一些暧昧。那第2个因素呢，就是美国民主党为了巩固在国会山的多数位势，想尽办法要扩大票源，为此就推出了一系列国内政策，比方讲大规模的这个等于花钱买非法移民，这就造成了挤压军费的结果。所以中美冷战进入第2年以后，就是进入拜登上台的第1年，美国的应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么对这种状况，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不能再被动的等待美国的安排和部署，而是自己加强合作，先做起来。那台湾立法院1月11号3读通过这个5年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
强化国防能力，应对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属于和日本、澳大利亚同步的决策。去年9月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3边安全合作协议，就是那个奥库斯，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以后啊，美国和澳大利亚还在进一步加强军事联盟，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实力。1月10号的时候，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澳大利亚准备耗资35亿美金，向美国购买120多辆坦克和各种装甲车辆。这是堪培拉对陆军进行重大升级改造的一部分，也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强军事联盟，对抗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的最新迹象。那澳大利亚要准备购买75辆新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29辆清除爆炸物的突击破障车，17辆突击架桥车，还有6辆额外的装甲救急车。美国是去年已经批准这笔交易了，那第一批车辆将在2024年交付，2025年投入使用。那日本现在的决策也非常坚决果断。我看到美国有一位空军情报官叫 Ryan Ashley， 他去年11月在防务事务论坛岩上战争 War on Rock 在这个网上发表文章表示，他说日本过去几十年里头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是保持比美国更加模糊的立场，也从来没有制定类似于美国台湾关系法那样的法律。日本政府甚至常常压制他内部有关力挺台湾的任何公开声明，他是要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置于地缘政治之上。然而目前东京的对台战略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这是目前台海安全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他认为日本现在越来越多的表示，他们希望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来保护，包括加入对台湾的军事防御。他认为与最近宣布的这个美澳潜艇协议相比日本的转变可能让中国在短期内更加难受。正好呢，美国之音1月11号也报道，这个报道的标题是日本拟扩大重组对美军支持，加深介入台海防务。这个报道介绍了一系列具体细节。报道说，最近的一系列迹象表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开始大幅度演变。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美日外长、防长会议上，日本对加强日美军事联盟应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威胁做出了新的重要承诺，包括美日设施的联合使用、扩大重组对美军支持，以及加强自卫队在日本西南群岛等地区的战备。那日本的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当中说呢，日本将大幅度增强地区防卫能力，美国对中国武力犯台的任何有效反击都离不开日本自卫队的支持，包括全面使用台海附近的日本岛屿。美国近年来一直强烈期待日本携手共同应对台海冲突，但是呢，对日本来讲，这样做也就意味着暂时日本这些岛屿可能遭到中国的袭击，因此它以前是比较谨言慎行的。与美国针对台湾防御的合作呢，日本常常保持一些距离。但是最近，日本正在加速推进中国极为忌讳的日美军事一体化，而日本的介入是近年来台海战略格局演变当中最重要的进展，可能会令共军犯台的难度和成本大幅度上升。日本的西南诸岛是指的是它那个从鹿儿岛县，就是卡古西马，到冲绳县 Okinawa 中间有200多个岛屿，是其中呢可以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一共有40来个。那么这些岛屿都可以让美军的海军陆战队设置临时的攻击用的军事据点。那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呢，已经制定了一个台湾出现突发事态以后两国联合作战的计划草案。这个草案是要落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构想。那美军呢，将利用日本的西南诸岛，化整为零，突破中国岸基打击这样构筑的反介入地带。日本已经开始建设靠近台湾的那个石垣岛上的飞弹发射基地。石垣岛是在台湾东边，
距离台湾是只有322公里。那一旦北京武力攻打台湾，在这个岛上部署的反舰和防空系统可以涵盖整个台海周边，将成为整个台湾周边区域的主要的反导力量。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去年12月19号在他们的国防安全双周报上也刊登文章指出了，说日本对台湾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低调模糊逐渐转为重视的方向，特别在应对台湾安保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也转为明确。